OBS BOT Tiny Camera 在 iPad 上面做使用。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一款 OBS BOT Tiny， 这一款是一支 USB 的一支 Webcam， 它可以专门针对于这个视讯会议的这个使用。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说，这一支 OBS BOT 跟一般的 USB Webcam 有什么差异呢？其实这一支 USB 的 Webcam 就是 OBS BOT， 它本身具有简单的 AI 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手势来做控制它，也不用安装任何的那个应用程式就可以控制它。只要你的手摆这样子，它就会跟着你的走，跟着你的脸走这样子。在做一次的时候，它就会取消跟着你脸走的这个动作。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脸部的这个追踪。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可以做数位的放大，也就是说，你这一支摄影机来绑在前面，然后你比一个这样子7的这个符号，这样子它就会这个画面就会跟着做数位的放大，然后再做一次这样子的时候，它就会做缩小。但是，我觉得我实际测试这一款有这2个功能，问题是它有时候在这个辨识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出状况，所以说您在做使用之前必须要了解一下这台机器的特性，不然的话，你临时要做这个动作或者做这样的脸部跟踪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好，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的实际操作的时候会用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在这个 Mac 机器上面，这个 Mac 就是代表 PC 啦 ，Windows 或 Mac 的这个 PC 的这个视讯会议软体做使用。好，第二件事情我会在这个 iPad 上面使用。就是说这一款它也可以在 iPad 上面使用。好，第3件事情呢，我会结合这个视讯的导播机，这个叫做 Enter Mini Pro 做一个使用。好，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就是如何在 PC 上面做简单的使用。好，你现在看到这一款是这个 OBS 的 BOT， 那我等一下会再示范在这个 Mac 上面做使用。好，那它这个原厂的时候，它有附一条线。这条线，这边有个 Micro USB 的地方，请把它将它插上去。好，这是 Micro USB 的线，然后呢，另外一头是 Type A， 你就连接到你的 PC 的这个里面 USB。好，这时候呢，请你将它放在你的这个 notebook 上面去。好，大概就这样子。好，所以我目前架好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论。这是我们用论做示范。论这边有视讯会议，打开来。好，目前看到的是这一支吗？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选择视讯会议的摄影机，它有抓到3个，一个是这个。看到一个是 OBS BOT Tiny， 另外是 FaceTime， 第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虚拟的摄影机，要选这一个。你选这一支的话，就变内建的摄影机了。那我们选这一支，这个就是这个 OBS BOT， 就这一支。好，那它的 AI 功能是什么呢？我给你看一下，当我手比5的时候，你看到它上面这边会点这个，有没有？然后我的脸，它就跟着我脸走。你看，注意看摄影机，它有在跑吧，对不对？好，跑过来的时候，摄影机也会跟着跑。注意看这边哦，有跟着跑。我跑这边的时候，它也会跟着跑。好，我朝上的时候，摄影机也会朝上；朝下的时候，摄影机也会朝下。我再比一次5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了。你看我这时候脸朝上，它不会动；朝下它不会动；朝这边它也不会动。朝这边也不会动。好，这是第一个那个5的动作，这是脸部追踪。那第2步呢，我们来做那个数位放大。这个数位放大你要把它比在你的左画面的比较边边角角，摆在这边。好，你看这样子，你看有时候会出错，你看
哦，这样才出来，你看对不对？好，再比一次，你看再比一次，再比一次，它就会，你看，就是这个动作就是很不敏感呐，就是你的笔的位置要很小心，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如预期你可以受到控制就对了。好，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是这一款目前的一些小缺点，就是它的手势的辨识没有那么精确，就是没有那么精确就对了。在 Skype 上面使用给你看，Skype 也可以啊。这里偏好设定这边，然后呢抓这个视讯会议这边。怎么样？这边就抓到了 Skype 的这个视讯跟音讯这边就抓到了。好，接下来我要使用在这个 iPad 上面，就是说如何让这个 OBS 这个 BOT， 然后 Tiny 在这个 iPad 上面做视讯会议论的这个使用。这个 iPad 它本身没有办法吃这个 USB 的 Webcam。所以呢，必须要透过一些转接的模式，才可以让这个 USB 的 Webcam 进到这个 iPad 上面去。好，我们来介绍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好，这款这个是这款是USB Webcam 转 iOS 的转接器，它可以将这个OBS BOT 这个 USB Webcam 转换成 iOS 吃得到的讯号。好，怎么做呢？首先呢，将这个 USB OBS 的这个 USB 的线材连接到这里，这里有个 Webcam 就连接上来。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iOS 的地方，这个地方把它连接到你的 iPad 上面。可是人家说不对啊，这个 iPad 它是 USB-C 的口，怎么办？那没关系，你要去准备一条这个 USB-C cable，USB-C 的 hub。那这个 hub 你不见得要买原厂的。这个 iPad Pro 这个 USB-C 它是开放的，你可以买副厂的200-300块就可以用了。OK， 因为 iPad Pro 它没有锁 USB-C hub， 所以你用任何厂家都可以使用，确定没有问题。好，你就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再把它连接到这边，好，到这边这样子。然后呢，最后呢，再连接这个电源，这个转接盒的电源，连接起来。OK， 这样子就可以在 iPad 上面使用了。好，那么我先给你看一下它的画面在哪边，给你看一下画面 ，UVC Player 这样。好，这个画面就是来自于这一支，有没有看到？好，我先把声音关掉，不然会有回音。好。它一样啊，它还是有什么就是那个脸部追踪的功能啊，你看一下，还是会动啊。你看摄像头，你看这边摄影机会动哦。我上去的时候，它也会动；下来的时候，它也会动；这边的时候，它也会动，这样子也会动。好，你现在看到 iPad 上面有画面嘛？那但是我要做论的视讯会议，所以呢，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模拟一次给你看。我等一下就是用这个 iPad 跟这个 PC 的论做一个视讯会议的交流。好，那我们先打开这个 PC 这边，就是我们去模拟啦，就是这两台去做沟通就对，透过论去做沟通。我刚刚已经有连接做了一个视讯会议的通知了，所以打开这边连接进来就可以了，加入。好，好，然后这边要允许，这边要允许，好，你要注意看一下现在的论的是因为这一支还是内建镜头，还不是这里哦。那论也没办法抓到这一支，那怎么办呢？我们先用这边有个叫做，你看这支镜头还是这一支的，你看这边，那要怎么办？有一个叫做分享荧幕，就可以做荧幕的直播，开始。所以你看现在的你看一下
目前 iPad 的影像就投影到这个 Mac 上面去了，你看有没有投影上去了？好，那这时候我们再打开刚刚那个 APP， 有没有？就是用间接的方式达到说做论的视讯会议，一样是可以做脸部的追踪啦，嘿，都可以啦，都可以哦，这样子。就是透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达到这样子的视讯会议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 OBS 的 BOT 它本身无法在 iPad 上面使用，但是透过这个转接盒之后，可以让 OBS BOT 呈现在这个 iPad 上面。然后呢，我就利用论的这个视讯会有个叫做 Screen Share， 就是它出现什么就是丢什么出去，这个功能叫做 Screen Share 这个功能，然后呢达到这样子间接的目的就对了。各位大家好，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要介绍的是如何用这个 OBS 的这个 BOT 连接这个视讯的导播机 Enter Mini， 就是这款 Enter Mini， 好，也不见得要用它啦，就是视讯导播机啊，这款 Enter Mini 这款，好，这款是那个Blackmagic 出款的这个 Enter Mini Pro。好，这个啊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要接这个视讯的导播机？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有可能要有多路的这个摄影机的视讯进到这个电脑里面去做直播。比如说有摄影机1、2、3、4，那你可以看我现在接了一支摄影机，好，这支摄影机哈。那我现在就要做到的是说，如何用这个摄影机的1跟摄影机2、摄影机3，然后同时连接到这个 Enter Mini Pro 上面去做这个视讯的切换。你在直播过程中，你可以切换画面，一下子来自1啊，来自2啊，一下子来自3，来自于4这样子的。好，可是现在问题是说，你看这个目前这个视讯的导播机，它都是 HDMI 的这个输出，它不是都是 HDMI 的输出。但是像这个 USB Webcam， 它就有 USB Webcam 出来，那怎么连接到这个视讯导播机呢？这个视讯导播机它又不能吃 Webcam 的格式，它只能吐出 Webcam 的格式，但它不能吃 Webcam 格式。所以我现在想办法就是说，如何将这个 OBS BOT 转换成 HDMI 出来，然后就可以连接这个导播机上面。那怎么转？一样，那我还是要介绍这个产品。刚刚那样的产品就是这一支，这个叫做 USB Webcam 转 HDMI 转 iOS 的转接器。刚刚我们那个段落是介绍转成 iOS 进去 iPad Pro 去做直播，那现在这个阶段我把它转换成 HDMI 出来。好，我们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一款就是那个刚刚讲的这个 USB Webcam 进转 iOS 转 HDMI 出来。刚刚的阶段是讲 iOS 出来连接 iPad，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 HDMI 出来，好，怎么做呢？首先一样嘛，先连接这是 OBS BOT 的 USB-C 的这个讯号，连接它的 USB-C 转换到这个 Webcam 这样子。好，然后这时候呢，你就连接 HDMI 的线材 ，HDMI 就把它接出来，这是 HDMI。这是 HDMI， 把它接出来，然后连接到视讯的导播机，把它连接到2好了。我现在连接2，好，那最后呢，我就把它连接这个，最后我再连接这个电源，就是这个转接器的电源。好，感觉好像很乱，没关系，不会乱，就是这样子。好，这时候它就有了，就等它一下就可以了。哦，你看到这边，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好，这边已经在亮了。好，这时候呢已经成功了，我就把你看现在这导播机现在的画面是来自于这支 Sony 的摄影机。我现在连接很多支嘛，所以我第一支是摄影机，第二支应该就会有这支的画面。出来了，你看就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出来？好，一样是可以比手势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这一支画面 OBS BOT 转成 HDMI 出来，连接这个视讯的导播机。当然，它一样可以做手势啊，比如说有
有没有动作了？你看头会动哦。那我站起来的时候，摄影机也会跟着站起来，有没有看到？坐下来的时候，摄影机会跟着坐下，哦，它就会跟着移动。它介绍了3个应用，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它如何在 PC 上面使用，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它如何在 iPad 上面使用；第三个它如何连接这个视讯的导播机做使用。那当然，我要特别强调，它这一款摄影机 OBS BOT 这一款，它强烈主打就是有脸识别，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人脸辨识会跟踪，还有你的手势辨识。问题是它的手势辨识有时候会出状况，我觉得它的韧体应该可以改一下才对。好，以上简单的做个报告，谢谢。